我觉得这个很方便的，因为你要让你的孩子要有规律的睡觉跟作息的时间啊，所以你设定完呢这个使用的时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可以自动的，比如说把小朋友的照片放到某个相簿去，然后把谁的相片呢放到什么地方去呢？其实在 Google 的相簿里面都有这个答案哦。身为家长呢，常常用到的 Pixel 神奇的功能哦。Hello， 瑞群安宁的频道，大家好。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教学的内容哦。如果有看了前面我2支教 Pixel 手机的分享啊，包含像手机的基本设定，还有 Gemini 的一些使用，然后我收到不同人的一些回馈哦。我今天呢，想要站在我自己身为一个家长的角度啊，来教大家3个你在跟你的小朋友在互动或在使用的时候呢，身为家长的常常用到的 Pixel 神奇的功能哦。那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Let's go。说在 Google 的 AI 里面呢，有一个搜寻的方式非常好用哦，叫做画圈搜寻。这个功能呢，我觉得体验在什么时候会非常好用？比如说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很爱看汪汪队这个卡通的系列啊，可我真的呢，对于里面的角色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上次跟他们在聊的时候呢，他们在指那几只狗狗啊，然后还有那个主角的名字，说真的我都不是很清楚。你看这个爸爸是不是很不够fashion这样？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我要知道他们在讲的东西是什么时候，我要怎么样可以很快速、很精准的？像我们以前社群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要直接按，就是说汪汪队的主角，然后只会跑出很多这些东西的内容嘛？可是我觉得现在呢 ，Google 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叫做画圈搜寻。那我展示给大家看，像这边呢，我手机已经有准备了一张汪汪队的海报了。怎么样在 Pixel 上面启动呢？非常简单哦，只要你长按那个 Pixel 下面的 Home 键的地方，画一圈之后，你就可以使用画圈搜寻做一个就是搜寻。你看上面 AI 摘要就写了，图片中的角色是汪汪队的领导者莱德，这就是主角嘛，还是说这是他们的大队长？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说其他的主角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画圈搜寻的部分呢，把它范围换一下。比如说呢，我就可以直接换成另外一只狗狗，这个时候呢，它就针对这只狗狗名字去做搜寻。你看到上面就会写它就是阿奇，好，因为英文的名字是 Chase 嘛，可是中文的名字叫阿奇，它是很棒它会连中文跟英文的部分都会帮你找出来哦。中文的翻译不一定是照英文直接全班嘛，可是它会找到说你当地市场这个中英文的角色它的名称啊，所以这 AI 搜寻它可以很快速的找到，比如说你的小朋友他可能看了一个什么乐高的组合，或是你今天想要送他一个什么样的礼物，但你不知道，只是看到那个图片，你不知道它的名称是什么，这时候就只要你在下面的 Home 键长按住之后，把它圈起来，就得到你要答案了。那我希望呢，这个画圈搜寻的 AI 功能呢，对大家在找小朋友的东西的时候会很有帮助哦。第二个功能的话呢，就是属于孩子们的数位健康。我相信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我们小朋友的有大的有小的嘛。那我的小朋友目前还在学龄前，可是呢，我知道有很多的家长，可能你的小朋友已经他上小学1年级了，小学2年级、小学3年级，有他自己的 iPad 或者是手机这类的装置。在管理这些装置的时候，我们希望说设定它的一些使用时间啊，它的使用上的一些限制，比如说不能看哪些东西的内容，是做一些其他的管理。那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在那个 Apple 的系统里面去，它有那个家长权限的管理嘛。那我的观众就问我说，那 Google 的手机 Pixel 有做这件事情吗？有的哦，请大家在你的手机上面呢下载叫做 Family Link 的这个程式哦。那我现在呢会大家先简单的去操作做这些东西设定，现在是先用电脑的网页去帮大家做个设定。首先你就先进去这个 Family Link 的网址上面去做管理，这个站的那个连结呢我会放在影片的叙述栏这边给大家。之后呢只要先登录自己的账号，我们目前呢是没有设定任何的孩子们的账号的所以我带大家就是先新增一个所以我就直接点否新增这个账号。新增账号就开始输入他的所有的个人资料跟基础的一些东西的资料那因为这有个资，所以我就不会直接秀给大家看。等到我设定完成了之后呢，在我们的 Family Link 上面呢就有他的账号了。因为我手边有一支 Pixel 5的手机是空的，当你自己的孩子们使用的装置在一开始开机的时候，就会跟着他一步一步去做设定。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照他步骤设定完的结果。因为在设定过程中呢，他是没有办法做萤幕录影的，不然我会先跟大家看一下说到底他问你哪些问题做哪些东西的设定。那其实这个设定呢，最酷的地方就来自于你不管是用你的网页或是手机上的 APP 呢，都可以做管理那可以做哪些事情呢？这是我觉得里面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功能当点进来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可以针对像是你的萤幕上的时间它就会告诉你说你现在今天的时候使用量还剩下多少。那你可以针对它的使用上的时间呢，去设定它要不要每天的使用呢有一个每日上限的一个设定。今天的时候还有剩下几个小时可以去做使用，甚至应用程式的话呢，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开的、可以使用的，你都可以给它设定这个权限。那另外我觉得这个在萤幕的地方呢，最特别
别的地方还有一个叫做时间表。时间表可以干嘛呢？你可以设定它的休息时间，比如说你是晚上几点到几点的时间呢？它这个时候呢就会锁定让它完全就不能使用这个手机。我觉得这个很方便的，因为你要让你的孩子要有规律的睡觉跟作息的时间啊，所以你设定完呢这个使用的时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再来的话呢，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功能我也很喜欢，叫做上课时间。就是如果你有设定它上课时间的话呢，它基本上啊在里面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设定它，比如说它从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这段时间就是他学校上课的时间。那它预设就是设定这个时间，而且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段。如果设定好之后呢，在这段时间，除非有人打电话给你的孩子，比如说你临时很紧急要 call 孩子的话呢，他手机才会震动，才会响，不然其他呢基本上所有通知他一律都不会通知给他。那他预设的话是6日的时候是不设定嘛，你也可以设定他6日，比如说你有帮他补一些才艺课啊，或一些什么样的时间的时候呢，是做这上课时间的，就可以让他在使用这个装置的时候呢更不容易分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非常非常棒。它预设是电话可以开嘛，如果你有预设其他应用程式，你想要让他去做这个使用的话，你也可以在下方的允许应用程式呢去打开来，有一些不限时的应用程式给他去做使用。所以我觉得他在家长监控的面板这一块的部分呢，他有做了很多的一些选项，可以让你去做一个调整。比如说像它的里面能不能买付费的程式，还有它的 YouTube 可以看得到哪些东西的内容，跟它网页上可以搜寻东西的内容是怎么样，都可以做设定。包含就是它也可以针对12岁以下的孩子呢，去设定像 OK Google 就是做语音的助理的服务哦。所以我觉得其实都蛮好用的，里面东西的细项其实非常非常多。那我建议大家开始安装了之后呢，自己去使用看看。那最后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的功能也很重要，叫做位置。当你联络这家长的这 Family Link 的账号之后，只要是你帮你孩子新增的这个账号，登录他的手机之后呢，他所有的手机只要是有讯号的情况都可以实时即时的让你知道它的位置哦，相信让大家会能够更放心。未来啊，如果说呢，你不管是买任何的 Android 装置，或是做其他的 Google 的服务的装置的话呢，都可以透过网页或 APP 的方式呢，都可以让你有权限去做设定。那也不要忘记帮你把自己的另外一半设定成另外一个家长哦，这样你们2个人就可以一起去控制的这个家长监控的权限了。希望这一招对所有的家长们呢都很有帮助。这样你学起来了吗？相信如果大家是一个家里面一起去出游，或你是不是有很多的照片需要一起去做管理？大家有没有出去外面拍照的时候，你老婆啊拍了个100张小朋友的照片，你自己拍个20-30张全家福的一些照片，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照片？要怎么样方便你跟你老婆一起去管理这个相簿呢？我相信大家是不是以前最常用的方式就可能开个 LINE。丢到一个家的群组里面去，告诉大家说我们有出游啦或什么。但是有没有更方便、更全面化的方式，可以自动的，比如说把小朋友的照片放到某个相簿去，然后把谁的相片呢放到什么地方去呢？其实，在 Google 的相簿里面都有这个答案哦。那我就要教大家呢怎么去做自动化的管理哦。它在这个上面叫做人物跟宠物哦。如果说你是用比较旧的版本的，没关系，也许这个界面跟我的会不太一样，但是你就找到人物跟宠物的功能，把它打开来。像这个呢，我已经有预设了，这是我们家的柳橙哦 ，Queen Chat。我们现在这个相簿里面就会发现啊，它这里面呢，它会自动的呢去设定啊里面的一些 label 跟标签。如果说你发现这上面有很多的人物跟一些资料去做辨识的时候，你没有帮它命名的话呢，就只要点一下 Google 会自动帮你把里面的脸孔去做一个侦测啊，因为这个国小同学啊，所以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帮他写名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他的名称写上去，你可以打他的名字，打完之后呢，你也甚至加入他的电话或其他一些资讯啊。让未来人口辨识的这些人脸，它就会全部放到这个有命名的人物里面。除了东西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下方有个叫相簿的功能，你也可以直接把刚刚所有的人物的这些相片啊，全部放在某个相片里面去。像我这里面已经有做好我女儿的一个相簿的共享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在这边的话呢，我女儿的脸出现的相片全部都会在这里面，而且我是大女儿跟小女儿是分开来的。像大家现在看的是我大女儿的相簿，就是一定要这个影片跟照片呢是有她出现的才会在这里面。那上面呢也会出现说，是谁加进去里面的哦，上面就会有一些她的一些资讯跟名字。当我们打开来之后，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叫做管理存取权的一个功能哦。这个项目刚建立完之后呢，我也可以按一下下方的分享的功能呢，去给别人跟你一样去做共同的管理哦。这事情也是很简单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右边有个叫做自动新增的功能，这边呢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相簿你建好之后要自动建立哪个脸孔，像我这个已经设定好了，它就是会有告诉你说呢，目前保留的就是我自己女儿脸孔的去做一个侦测。未来啊，只要它有相簿进来的时候呢，因为我有开这个自动新增相片的通知嘛，如果把它打开来之后，我就会看到不管是我老婆这边新增的，或是我自己新增的部分呢，都会写几月几号什么时候的时候有个通知，谁放了几张照片进去这里面。未来的时候，你跟有共同管理权的他们都可以去
进这个共用的一个相簿里面，看到所有你们一起使用的家庭的照片哦。所以我觉得这对家里面要出游，或者是你们要2个人去管理2个小朋友不同的一些相片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功能呢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喜欢的。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之外的话，你也可以按一下右下角的编辑的功能，打开来就会发现相簿的封面啦，它会有一些精选相片会自动帮你做选取，所以它看到那个前面的相簿就会一直页页去做流动，看那个相簿会很有那种回忆的感受哦。那下方如果说你有不要的相片，其实都可以打叉叉，全部去做移除，那也可以新增它的一些说明在上面。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呢，大家如果开始使用这个共用相簿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功能都在这里面可以去做处理，甚至它的一些共用设定啦，然后你要不要把整张的所有的整个相簿去做储存，都是可以的哦。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第一个人脸辨识，第二个呢，透过人脸辨识结束之后，开了一个它的新的相簿，把你需要的人呢加到这个相簿里面去。好，这样大家会了吗？以上的3个点啊，如果说你是家长在使用 Pixel 装置的时候呢，也许这3个的功能跟特色对你来说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哦。希望这些东西的内容呢，对你来说是很简单也非常非常实用的。继上一次的影片呢，跟大家说一下，未来的话呢，相簿啊会有一些 X Photo 跟一些新的功能会在这里面。那我相信到时候如果出了 Google 的这些跟 AI 有关的搜寻的东西内容呢，我可以把相簿内容讲得比较完整。我今天就只在讲，就是做人物的辨识、标记，还有开启共用相簿的功能而已哦。希望这些比较及时、简单易用的方式，对大家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如果影片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千万不要忘记呢，帮我影片按一个赞。如果你有任何的回馈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也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我是瑞奇，一位热爱科技的双宝爸。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大家拜拜。如果你有结合了我前面讲的，像是 Gemini 的一些实用的功能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创建你的一些行事历啊，或一些东西的生产力的管理的话呢，我相信你如果要去记住小孩子的行程来说的话呢，会更加的容易哦。那也希望说呢，自己在我们大家在使用 Pixel 能够让这个手机变成的是真正对你的生活呢有帮助的一个实用的工具哦。那大概就是这样子。